不知道各位可否知道，好鬼这个街霸宇宙中人气最高的角色，其实一开始卡普空并没有创作他的想法，一切都是因为街霸2时代的一个愚人节玩笑。那个年代的游戏翻译错误也是难免的事情。当时把街霸进行音译的时候，就在龙的一句台词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误导性的翻译，其原文是：要是你 hold 不住我的升龙拳你就赢不了我。哪知道这个 Dragon Punch 被翻译成了升龙的音译，整个句子意思就被误导成了你必须搞定一个叫升龙的人，你才赢得了我。眼看这是一个非常细小的错误，也没曾想过很多玩家就开始猜测升龙这个人到底是谁。哪知道后来在1992年4月的愚人节EGM 游戏杂志上就提到了如何触发和升龙对战的条件，以及升龙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尽管在杂志某个隐秘的地方解释了这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但大家已经深信升龙确实存在。直到后来的超级街霸2X升龙登场了，而升龙也就是我们目前能玩到的好鬼了。据我的小道消息听说当初在做好鬼的时候，项目呢也很赶，卡普空那时就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草草赶工拿上阵。可谁知道这个赶工的作品竟然成为了整个街霸系列中人气最高的存在了。不过你们知道吗？升龙其实在某一个版本中还不只是指的好鬼这个角色。在街霸电影版的游戏里好鬼通关后会有这么一段有意思的台词：好鬼击败了龙和肯，就是为了羞辱他的哥哥升龙。是不是很扯这一次又提到的升龙则指的是他们的师傅钢拳。不过他的事就不多展开聊了除非街霸6也出钢拳，好吧。不过到了这里，大家是不是已经有点看出来卡普空在故事背景这一块有点乱来的感觉了？不过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街霸6的好鬼应该就是现街霸宇宙中最强的角色之一了之前可以与之抗衡的，比如说猿，因为太老，最后还是被好鬼给嘎了。钢拳甚至还复活过一次，但最后也被嘎了。欧罗也安心养老估计不会出现在街霸6了。我隐约记得是空好像也可以化解好鬼的一瞬千机。不过这个角色对于街霸6来看的话，他的操作或许有一点复杂，应该不会出现在这个游戏里了吧。他们几个都是曾经可以化解好鬼一瞬千机的存在，所以目前来看是没有人可以和好鬼拼一个胜负了。所以到底这街霸宇宙的版本答案暗杀拳到底是什么个来头？连城管的 Psycho Power 也是瞬间秒杀呢？其实这个拳法的设定基本上你也能在其他格斗游戏中找到类似的影子，不妨大家可以弹幕分享出来。而暗杀拳就是轰铁传授给钢拳和好鬼的一种极具杀伤力的武术呀。但问题是这玩意儿学多了容易走火入魔。钢拳倒是听从了师傅轰铁的教诲克制了自己内心的杀意波动，反而好鬼他更想要强大的力量。偷偷练，被师傅发现后又逐出师门，好鬼转而去了一个无人的森林一心修炼这个足以吞噬一切的恐怖拳法。等到了街霸2的时间线就已经可以强大到秒杀 BOSS 的程度，更别说现在的好鬼经历了不同的形态和版本，基本上也是这个线上最强的一个存在了。而且大家可以去看看真人版的电影，里面也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了暗杀拳以及好鬼的成长历程，隐居于山中专心修炼。所以我认为玩好好鬼其实很有必要体会暗杀拳的真正奥秘。那我摊牌了，我认为已经没有人比我更契合好鬼了。当年好鬼净身入山修行暗杀拳，讲究的就是为达目的对自己十分狠心。我当年学泰拳，腰都练散了，人不顾身体状态依然打拳虽然最后腰断了，恢复了大半年。3年前我果断舍弃了我的全画幅单反尼康 D800，换了一个残幅的尼康 ZFC，就是为了出去旅游图个轻便。还有那个显卡价格离谱的年代我二话不说入手1万多的3070 钛机，甚至几个月前想都不想又拿下了索泰4070S，就为了大力水手3光追猛开。光这3点身心智3位一体，无疑都契合了对自己够狠的点上。如果我潜心修炼暗杀拳，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还用想吗？对自己都不够狠还敢说自己是好鬼玩家吗？好了，我只是跟大家官宣一下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唐人街小子了至于杰米我祝他一切顺利。结果我补充了那么多故事背景和趣事儿，如今我们玩到的好鬼到底怎么样呢？当我看到第一个实际预告的时候，我虎躯一震我燃你的问，这是把全系列出现过的招式都缝上了呀。在6代你可以看到铁拳7好鬼的 FF21， 还可以看到街霸4 Omega 的阿修罗指令头，还有前作才有的空中豪波动，类似欧尼特有的 4MPHP 的 TC 连也在新作里有对应的招式，甚至以前好鬼的金刚国猎战也可以通过彩蛋的方式还原到了现在的游戏里。综合来看，好鬼这次果然回到了前作里 BOSS 的一贯设计思路，那就是强但脆。大家不妨想想以前赛斯的血量，被我达德利折一个中断，基本上游戏也宣告结束了。等等5代的好鬼一开始不也很强吗？其实老玩家会知道，在5代好鬼刚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并不是很看好，直到东大在 CPT 中用好鬼夺冠，大家才看到了这个超越
BOSS 的角色究竟有多大的潜力。而不同于5代的是，这次的好鬼看起来就是那种强的离谱的程度，但实际上很可能确实是非常强的存在。虽然我们这期角色分析的部分做的比较的赶，毕竟好鬼才刚刚出来1-2天，还有很多潜力等待着开发。而且最近我工作特别忙，每天拿午休和下班的时间来改文案和制作。不过大家可以放心，正因为是最低血量的保底那这个角色再怎么做都不会弱。就先看看他的拳脚就知道这个角色一定不一般。鲁尔兹同款加增中拳不说你要是担心害怕他的5 HP 确认收招太慢有风险，你还可以尝试用他的5MK 去确认，不仅收招快3帧，速度也比重拳快2帧，简直就是梦回街霸5了好吧。作为一个全能角色目测他的2 HP 防空判定会比较接近鲁尔兹的2 HP， 升龙判定也意外的好，手法够娴熟，直接还对手一个 CA， 暴打一下每一个活蹦乱跳的年轻人，甚至空中中拳截空取消大招一顿操作就光是对空优势对比其他角色也是强了很多层次的。要是对手没有乱跳的习惯和你认真力回怎么办？那就不要怪我复刻鲁尔兹的经典下中拳，无脑复合绿冲，打中就是站中脚，之后接什么连段完全是看心情了好吧。如果对手也是下中拳占领大脑，我还有目前或许是最强的波动跟你疯狂实探。好鬼这个波动应该是我目前玩过道服系列手感最棒，性能可能也是最强的了。轻波要慢有慢，重波要快有快，距离拉远了稍微蓄个力再丢出去，我还怕骨裂，我还怕丁真，我操你们！相比龙的波动拳更像是棉花糖和紫色大炮之间的差距。我差点还忘了距离近我们除了可以无脑刚才聊的核心拳脚以外，你还可以试试好鬼的最新招式铁拳7的 FF21。虽然轻中版本更多是连段中使用但它的重版本备防是非常安全的，不但可以在对手萎靡的时候磨血使用，你还可以搭配重拳或凭空使用来疯狂摸奖。板中只要出个康，轻脚取消就是推板。我想光是把我目前说的几个三脚猫功夫学以致用大家很快就能达到大师的标准线了。不过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好鬼玩家还有一个最灵魂的东西。游戏可以输，但我黄血的时候你一定要走到我的面前，给我一个才艺展示的机会，因为那是我们好鬼玩家最后的尊严。瞬雨杀。这个操作我想对于第一次接触街霸的玩家们来说是个不小的难题，但各位只需要知道大部分情况的瞬移杀并不是让我们裸出使用的，而是搭配我们800万个小心机来使用的。举几个例子复合顺、前走顺、前顺、绿松顺、预备顺，每一个词语都代表了不同的情况，但唯独没有裸顺这么一说除非你是烂命凹了所以你要用好瞬移杀并不只是你会指令就能用的，而是要合理分析对手的距离与心理，最后再鼓起像对女生表白时候的勇气，大胆的拥抱对手，拿回每一个好鬼玩家该有的尊严。只不过这些对于新人来说还需要很多练习时间才熟能生巧。好了，这些都是我玩了1天以及查阅各种资料视频下来之后总结了对好鬼的一些看法。当然我认为好鬼还是有一些体验比较差的地方，就比如9000的血量让正在使用好鬼的你来说会变得十分不稳定。就看第1天大把的视频都在拿好鬼当靶子来打段子而实际上你在对局中往往也会因为一个细微的操作失误或者猜拳失败造成一个不可逆的结果。而且好鬼在连段的时候时不时都要留意对手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如果蹲着的话往往有些时候就是升龙收尾或者绿冲2 HP 5MK 这种招式来调整站姿连段，总感觉挺麻烦的。毕竟现在的好鬼也是刚刚做出来的状态，还有很多东西稍微发掘。不过从卡普空端出来的这盘菜看起来像是比较全面的那一道，大家只需要再等等高手的开发，再忍一忍玛丽莎大姐姐的拳头，很快我相信我们好鬼玩家一定会取代鲁儿子的。不过视频的结尾还是正儿八经提醒一下大家在锻炼的过程中，身体要是出现了不适，千万不要像我开头说的那样超负荷透支自己的身体，后果会非常的严重。还有你如果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相机，也千万不要像我一样为了图颜值和轻便换了一个不如之前的相机尼康 ZFC 千万别买。哎呀妈的，屁对不上脸了。最后大家购买电子设备也要3思而后行。当初13000的价位拿下首台3070钛整机，放在矿槽后的现在我13000拿下4070S 轻轻松松。而且4070S 在 2K 性能表现基本与3090持平4K 是稍微逊色一点，但30系是不支持大地水手3这样的黑科技是40系的独享。说实话，有些东西等一等确实是一个更不错的选择。好了，大家要吸取我的教训之前都是为了可能的一些节目效果故意卖丑，大家千万不要向我学习。那以上差不多也是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还是希望各位好哥哥好姐姐能给我一个小小的3连，奖励一下干了1个月视频的我呀。
哎，这是真的从月初就开始计划，这几天也是非常赶的游玩2和制作，闲暇的时间啊，全部都献给这期视频了。后面啊还有更多高创的内容，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我呀！我是秃头，一位草根艺术爱好者，我们下期再见，Adios。